10月2号，土耳其为乌克兰海军建造的第一艘岛级轻型护卫舰在伊斯坦布尔下水，而泽连斯基也借机宣称要重建乌克兰海军。那么，自从俄乌战争爆发以来，早已经名存实亡的乌克兰海军能不能东山再起呢？重建海军对乌克兰又有什么作用呢？别着急，咱们接着往下看。根据土耳其媒体报道，土耳其为乌克兰制造的第一艘岛级轻型护卫舰在10月2号已经正式下水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专门派了夫人奥莱娜·泽伦斯卡前往参加下水仪式，并在现场主持活动。后来，泽连斯基本人也在视频演讲中证实了这一消息。同时，他还表示将开始重新打造新的舰队，重建乌克兰海军。那么，乌克兰原先的海军舰队去了哪儿呢？有了解的朋友可能知道，此前乌克兰海军唯一拿得出手的军舰是萨盖达奇尼酋长号护卫舰，属于风暴海燕级护卫3型。不过，这艘护卫舰呢，在俄乌战争开始前就已经进入了尼古拉耶夫港口码头大修。在今年的2月28号，俄乌战争开始的第一天，乌海军选择将这艘唯一的旗舰自沉，理由也十分简单，就是不能白白地送给俄罗斯的黑海舰队。事实上，乌克兰海军舰队曾经拥有过一艘10000吨级的导弹巡洋舰，名为乌克兰号，它的前身是罗波夫海军上将号。最初呢，这艘巡洋舰是俄乌两国共同建造的，后期由乌克兰军费削减，所以建造工作一度被搁置。与俄罗斯的莫斯科号、瓦良格号巡洋舰同为光荣级巡洋舰，尺寸一致，能携带16枚可以装载核弹头的 P500玄武岩超音速反舰导弹，4对发射器分布在舰上上层建筑的两侧，主要用于攻击航空母舰等大型战舰，因此它也有航母杀手的称号。不过当时的乌海军呢，并不需要这种庞大的军舰，因此它的建造始终是没有完成。而萨盖达奇尼酋长号护卫舰则一直被乌黑海舰队作为旗舰来使用，但是它沉没却意味着乌海军一艘大型军舰都没有了，乌海军呢也是名存实亡了。至于这次土耳其为乌克兰建造的岛级轻型护卫舰，其实呢是乌克兰在俄乌战争之前向土耳其订购的。2020年，乌克兰以2.6亿美元的价格订购了2艘。2021年9月，土耳其正式开始建造乌克兰军舰。此后，乌克兰又追加了2艘的订单，共计是订购了4艘。据了解，乌克兰的这一款岛级轻型护卫舰，舰艇全长99.56米，宽度14.4米，标准排水量2000吨，满载排水量为2300吨，舰员配置约90人。从外观上看呢，该舰外表美观，设计合理，能够减少雷达反射面积。动力系统方面呢，它采用了柴油发动机与燃气轮机组合的动力系统，使用美国制造的 LM2500 燃气涡轮机，最大功率27640千瓦，最高航速每小时55.56公里，续航距离可以达到6500公里。虽然乌克兰的岛级轻型护卫舰小了点，但是武器装备齐全呢。配置有2组4联装 MK414 反舰导弹发射装置，可以发射鱼叉反舰导弹；1组21联装拉姆短程防空导弹系统，以及2组双联装 MK32 鱼雷发射器；1门76毫米舰炮可以快速射击，还配有一架 S70 海鹰反潜直升机。同时，在传电系统方面，它采用了 Smart S Mk2 轻型相控阵雷达，这款雷达的有效探测距离可以达到250公里。同时还配备了一套先进的剑壳声呐，可以搜索并跟踪10余个水下目标。综合来看呢，乌克兰的岛级轻型护卫舰具有反潜、防空、反舰等综合作战能力，使其可以有效地执行反潜以及近海巡逻等任务，并且配备了多款先进的武器装备。因此，这款护卫舰的下水无疑将会增强乌克兰海军的海上作战能力。那么现阶段乌克兰能否重建海军，在黑海与俄军舰队抗衡呢？首先，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乌克兰重建海军的计划一定会极其漫长，因为在苏联解体之后呢，苏联的黑海舰队被一分为2了，舰队中不到20%的军舰是被划给了乌克兰，大约有160艘。于是他们便在此基础上重建了海军部队。但是呢，自从2014年经历了克里米亚危机后，乌海军的主力舰艇几乎损失殆尽，而原本就所剩无几的军舰也都在俄乌战争爆发初期被俄军破坏了。因此，乌克兰仅凭着2000吨级的小型护卫舰，在短期内呢，恐怕很难让海军形成有效的战斗力。
同时，重建海军不仅需要庞大的资金支持，更需要船舶制造工业提供相关的技术。虽然乌克兰曾经拥有全球范围内数一数二的舰艇制造企业，但是由于乌克兰国内经济的萎靡，导致各个大型船舶制造公司接连倒闭，这使得他们基本丧失了自行建造大型军舰的能力。并且在俄乌战争中，乌方大量的基础工业设施以及为数不多的军工企业被俄军摧毁，这也代表着乌克兰很难通过自行制造军舰来重建海军了。那么为什么这次泽连斯基要大肆宣扬要重建海军呢？据了解，这次乌克兰购买的这4艘护卫舰其实并不包括武器。按照乌克兰与土耳其的订购协议，在其建成后将前往乌克兰船厂，由乌方自行安装武器。这也就是为什么岛级护卫舰每艘造价约2.65亿欧元的原因。而除了价格较为便宜外呢，乌克兰之所以选择岛级护卫舰，还有一个关键的原因，那就是这款护卫舰在设计的时候呢，乌克兰尼古拉耶夫国家造船研究设计中心也是参与了。换句话说，乌方呢不仅对这款护卫舰十分熟悉，也有足够的能力进行改装和升级。按照泽连斯基在同一时间披露的信息，目前乌克兰研发的海王星反舰导弹系统已经完成了国家测试，即将投入量产阶段。未来乌海军的岛级护卫舰用上海王星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因此，透过乌海军购买土耳其护卫舰这件事情本身，我们可以发现，目前的乌克兰不仅仅只是为了抗衡俄罗斯的黑海舰队，同样也有着其他方面的考虑，其中包括重新实现乌海军的现代化、密切与土耳其的关系等等，以及用现有的技术使土耳其与乌克兰两国的关系更加紧密。因为土耳其在出售护卫舰和无人机等高技术武器的同时，也购买了大量的乌克兰零配件和新技术，用于支持土耳其自己的水面战舰和导弹项目。毕竟乌克兰的燃气轮机和巡航导弹等技术对他们非常有吸引力。虽然土乌双方的军事合作让俄罗斯十分不满，但土耳其还真的不怕他。有些朋友呢可能知道，近300年来，俄土之间爆发了10次战争，当真是做到了用拳头说话。在最近的2015年，土耳其甚至还直接击落过俄罗斯的军机，可见他们对于俄罗斯的态度当真是并不忌惮。而从政治层面来讲呢，这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高调宣布重建海军的计划，也更像是基辅方面的政治宣传。毕竟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向各国寻求来更多的军事援助，以此来继续支撑乌军现阶段战场局势。这其中呢，当然也包括军舰了。这时候可能会问呢，军舰从哪里来呢？根据美军8月12号发布退役舰船清单，海军希望2023财年退役39艘舰艇，这清单中包括5艘提康德罗加级导弹巡洋舰、2艘洛杉矶级攻击核潜艇、9艘滨海战斗舰以及其他旋风级巡逻艇等多种舰艇。而这些舰艇呢，有的会被拆解或者封存，有的则会转售给外国。所以如果乌克兰能够通过此前美国的武器租借法案，将美军退役的军舰搞过来，同时欧洲各国再帮忙训练军舰和海军作战，重建扩大乌海军都不成问题，甚至超过俄军的黑海舰队的水面舰艇，应该也要不了多久。总而言之呢，这次泽连斯基大肆宣传重建乌克兰海军，不难看出，在乌军的计划中，收复克里米亚半岛的行动应该会在半年内提上日程。如果乌克兰打赢了，那么加入北约就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这里大兵就不说克里米亚的重要性了啊，毕竟俄乌战争的源头就是这块区域。届时北约各国进驻塞瓦斯托波尔港口也将会成为可能，毕竟乌克兰的这个港口曾经租用给俄军使用，现在租给别的友好国家似乎也没有什么问题。这样做不仅可以保护乌克兰的国防安全，同时呢还能让他们的经济好受点。这么重要的海军基地，或多或少各国呢都会付点租金吧。而如果情况真的朝着这个方向发展，那么大兵倒是很期待一件事情啊，那就是英国、法国、土耳其军舰进驻塞瓦斯托波尔。英国人一直有着舰名继承的传统，到时候就能看看英海军在克里米亚战争中使用的军舰名有没有传承到现在的。好了，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各位朋友对于乌克兰重建海军有什么看法呢？欢迎留言讨论，我们下期视频再见。